向大家这个转到节目嘅现场，礼拜嘅新闻幕後嘅單元呢，繼續帶下來關注嘅係英國同法國対戦了後，國家經濟嘅結構，韓國對歐洲可能帶來嘅影響。咁今日有請到嘅係淡江大學公共行業嘅黃清怡教授為大家來做解釋。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老師，我們看到法國這場，現在看法國了，這場大選的結果有點意外，大家說是要左派最後的大逆襲、大逆轉，然後變成是現在的法國的第一大黨，應該說第一大的聯盟了哈。老師，那你怎麼樣看這樣的結果？尤其是說，左派拿到他想要的了，中間派好像也不算選得太難看。然後右派的席次又有一個很大增長，變成是一個三足鼎立的局勢。老師，這樣的結果是對他們各自的支持者各有交代嗎？還有他後續可能會有什麼影響？是，其實這一次的法國國會改選，其實它是一個並不是一個必要的選舉哈，因為本來的這個可以不要在這個時候來改選，特別是現在法國要舉行這個奧運。好，那其實最主要原因是這個今年年中的這個歐洲議會選舉。有人說馬克宏其實反應過度。對，其實歐洲議會的選舉其實說它反應過度，其實但是也我們也看出，其實法國極右派是的確其實對馬克宏造成很大的壓力。那比方說這一次這個法國歐洲議會選舉極右派的國民聯盟其實拿下近40%選票，那變成法國的第一大黨。那其實對於馬克宏來講，其實是非常大壓力。那在這個2027年這個下一次法國總統大選之前，如果照目前現在這個態勢不斷發展，其實的確會危及這個法國政治的穩定。那所以馬克宏才這個後來選擇是一個非常具有賭注的國會改選。那現在的結果其實是這個三分天下，三足鼎立。然後但是這個結果呢，其實看起來好像這個每個聯盟啊，包括左中右好像各有斬獲，然後但是對整體法國政壇的穩定來講，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傷害。那其實目前因為沒有一個這個聯盟，其實他們是獲過半的席次，所以目前的法國的國會其實可以算是這個懸置國會或是僵局國會。那其實對法國政治未來運作，其實會產生很多這個負面的影響。老師，你認為這個接下來肯定是左派來執政嗎？這個部分其實也是非常大的一個這個討論。那其實目前呢，法國國會改選之後，目前是由現任的總理這個受到慰留，然後繼續留任。那未來會有哪一個聯盟的主要領導人擔任總理？那其實這才是在未定之數。那其實目前按照目前的票數啊，其實獲得最大多數這個票數的是這個左派的這個聯盟。那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他所主導的這個中間聯盟，其實它是位居第2。那所以究竟要由哪個聯盟來這個選出總理的人選，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那另外呢，其實在左派聯盟部分啊，其實他們有非常大的歧義。那這次的左派聯盟其實是有很多的政黨組成，好像至少就4、5個吧，加起來對不對？是，包括像這個不屈法國就比較極左的政黨，那還包括像共產黨啊、社會黨，還有包括綠黨。那其實就我們看這個左派的聯盟裡面，其實他們本身的分歧也非常大。那包括像社會黨是比較親歐盟，然後也對這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比較支持，然後但是極左派的這個不屈法國，其實它是非常反歐盟，甚至揚言法國也要脫歐。那同時也非常反對，甚至可能還比較親俄一點點，對不對？對，非常親俄。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泛左派聯盟，其實它有非常大的分歧。那如果真的要挑一位人選來擔任總理的話，那其實也會引起很多的紛爭。那另外還有就是這一次的泛左派聯盟，還包括中間聯盟，其實本身這兩者其實立場也差很大。那比方說，這個目前法國總統馬克宏他執政過程中，其實最大的一個政策的主張之一呢是年金改革。然後但是左派的聯盟其實他們都是反對的。那所以究竟要怎麼樣去挑選這個總理人選，然後其實也是目前這個三分天下態勢之下，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一個選擇。好，所以說現在在法國其實呈現一個蠻僵局的情況，但是這樣就代表說馬克宏這樣經營這樣7年來的中間路線就失敗了嘛？因為我曾經看過某一個國外雜誌的一張圖，就說，一左一右，一個紅一個藍的嘛，然後中間法國是一片白雲，他已經把白色拿掉了。他說現在法國其實你要往左往右，未來對馬克宏的執政來講，其實是一個蠻大的衝擊。是，其實法國總統馬克宏，其實在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當時出現的時候，其實他的這個聲勢是非常大。那很多人把他譽為是歐洲政治的這個明星。那當時他的選票也這個選得也非常好。那還有包括他的個人形象，然後其實也極具這個政治魅力。然後但是沒想到
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马克宏刚当选的时候，他的民调甚至有时候冲到60%，但是我们看到7年过去，目前他的民调其实不到30%，凸显出他在7年中间他所接触的这种政治理念，其实受到了这很大的挑战。那其实马克宏刚上选的当初上任的时候，其实他主打是所谓的中间路线，然后就我不左我也不右，然后就是强调这个中间路线。但是经过这7年，我们看到这所谓的中间路线，其实好像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落实。那比方说，在过去7年，马克宏他最主要的政策，这个包括这样削减公务员的年金，然后还包括这个松绑劳基法，好，那还有包括调涨这个燃油税，然后其实引起了黄背心运动。那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马克宏他虽然一开始他执政的时候是接触所谓的中间路线，可是发现好像他的政策呢其实比较右倾，好，比较向这个资本家靠拢，好，所以感觉好像背弃这个左派的选民，好，所以这也是他民调非常低的原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相较于法国现在的僵局，英国应该比较能够顺利运作吧？因为工党在这次的就是提前的改选当中，其实获得了412席，应该是自这个 Tony Blair 之后的一个蛮高的一个席次哦。老师，你怎么看现在英国的政局？是，其实事实上这一次的英国国会选举，保守党其实是惨败。那工党它获得的席次啊，是自1997年来这最多的席次，那所以表现这个也非常亮眼。那不过我觉得工党的大胜啊，其实是大部分的原因啊，其实是归因于这个保守党的惨败。那我们看到过去他们的施政的失败吗？是，我们看到过去14年，其实保守党执政过程中，其实这个发生了非常多这个影响英国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那最大的转变就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那我们看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其实这个英国的政坛好像不断陷入一种这个究竟要怎么脱欧，要不要脱欧的一种政治的混乱、内耗还有空转当中。那比较特别是包括在2022年的时候，英国这个那一年就换了3位的首相，然后所以凸显出他们的执政遇到很大问题。那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英国脱欧之后，其实因为英国和欧洲之间出现这个贸易的壁垒，那所以造成英国的物价上涨。那根据统计，目前虽然英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年增率放缓，然后但是英国的物价其实目前是回不去，那大概是比2019年要贵了30%。那所以这次保守党惨败，其中有一个很主要原因是，这个英国的民众其实他面临一种非常高额的生活成本，他可能已经撑不下去。保守党跟人民太远了。对。那另外除了经济的部分啊，还有就是这个医疗的体系也接近崩溃。那根据统计，英国的这个健保，其实他们目前候诊人数大概是在候诊名单上大概近800万。那有些人还排不上这个候诊名单，那甚至有的如果遇到比较紧急的手术，其实可能直接飞往外国去开刀，可能还比较快。那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众其实目前他面临非常大这种经济啊，还有包括生活上的一个压力。工党上来就会改变吗？对，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其实工党上台之后啊，其实因为工党是左派的政党，所以它主要的政策呢，它会扩大这个公共支出，然后也会加税。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啊，其实英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其实经济成长率其实并不好。那另外还有英国的国债比例是非常高。那所以工党如果它要加税，然后再增加国债，然后这个是非常对英国的财政来讲是非常困难，所以它也难以施展就对了。对，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工党之后上台之后，他一样会面临这种要怎么样，一方面要扩大公共支出，然后改善英国的，比方说医疗的服务，但一方面他还要维持这种财政的健全、财政的稳健啊，其实有时候会变成一个两难。可是我们看到这是除了你讲到的财政的问题之外，工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实际上拿到选票也大概30%多而已，就得益于这个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度，他们得到多数席位，但是实际的支持率有30%多，代表说可能还有60%的民众有疑虑。老师，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对于未来工党的执政，甚至可能未来在争取连任上面来讲，是什么样的挑战？是，其实事实上这次工党它就席次来讲，它是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可是我们看到工党好像在整个英国政坛里面，好像并没有那种民众欢欣鼓舞的那种氛围。好，最主要原因是其实它的大胜其实是得力于保守党的惨败。那根据统计，其实这次虽然保守党它的席次是拿下是1997年以来的这个第2高，可是上它的选票其实是比2019年的英国国会大选还要更低。好，那因2019年工党在拿下这个1000多万票，然后但是这次只有900多万票，那这个得票率大概也增加只有2%。
的百分点。好，那所以凸显出其实工党其实它目前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呢，其实这个还是并不高。那主要它能够胜选，主要是还是得力于英国的选举制度，这个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那这个制度呢，长期以来是对这个大党有利，对小党不利，因为它的选票和席次之间有很高的扭曲性。好，所以这也是这个工党未来它在发展过程中，其实它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一次好像英法两国的选举结果有点对这个整个欧洲的潮流有点像逆势而行，因为欧洲议会右派整个爬起来嘛，虽然说还不到可以叫做执政掌握的地步，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极右派的显著增长。法国其实也是，法国其实极右派也是显著增长，虽然他还没有办法执政。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的英法选举跟欧洲的这个平衡的关系，是不是有一点左右拔河的感觉？那对于欧洲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是，其实事实上我们看到英法两国，就最近几年选举，其实移民是很大的议题。那这也是造成这个极右派势力高涨的主要原因。那其实不仅是英国、法国，包括像荷兰啊、匈牙利或德国、意大利，其实欧洲很多国家都面临这种极右派势力高涨的情况。那包括这一次的英国国会大选，其实英国的改革，英国的极右派政党，其实它也有所斩获，那的选票也拿到了14%，也是历史新高。说是挤压到了保守党本来的选票嘛，对不对？是。那法国也是一样。那法国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国会改选，虽然这个国民联盟并这个位居第3，然后但事实上它的席次也有所增加。那所以凸显出其实极右派势力增长，其实在欧洲，特别是最近10几年，是一个好像这个很难这个不可挡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回想到10年、20年前，其实在早期这个英国和这个法国这种极右派政党，其实他们在一开始其实在对英国或者法国的政界来讲，其实他们是一个好像不需要重视的一个势力，好，甚至有些人会把这些极右派的政党，比方说法国的国民联盟，以前叫国民阵线，还包括英国的现在叫改革英国，以前叫英国独立党，然后感觉好像把它视为是跳梁小丑。可是没想到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他们的势力大增，那包括像前几次的法国总统大选，这个极右派的国民联盟其实都进入第2轮的选举，好，这是对法国来讲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很多欧洲国家，其实他们标榜的是这个自由、民主、包容这些价值，然后是比较偏这个中间路线，比较中间偏左啊，或者比较中间偏右。可是没想到这些国家竟然会出现这么高的这种极右派势力的增长，这也凸显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英法这样算是逆势而行吗？因为左派刚好爬起来。对，就这2次就这一次的法国国会改选，还有包括英国大选来讲，的确这个极右派的势力的确受到了遏制。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遏制可能只是短期的，因为未来的选举，这个极右派势力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增长？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法国啊，其实法国的移民问题也非常严重，它甚至是欧洲国家里面移民比例非常高，在10%。那根据统计，就按照目前法国移民增加的数目啊，有可能20年后法国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好，因为法国可能都是移民。好，那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这个怎么样一方面的维持这个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这个引进这些移民，然后让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可以受到补充。那其实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管是英国、法国，还包括很多欧洲国家，他们目前可能未来10年、20年，他们必须要面临一个这个选择。好，谢谢老师今天带来的分析。